是属于那种在艺术上、创作上不太安分的。我每次都想和上一次不一样。能不一样，那我觉得不虚此行。过去是金农，这个好，这个地方好，写字画画的地方。哦。然后呢，90年代又把它复建了。金农在这个地方啊？哎，对呀，选了那么好的地方啊，他。对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在床上这个，你看这都可以，这都行，这都挺好的，这都挺好的。对。在很年轻的时候，我经常是因为这个一件事情苦恼，就是我看着自己的画，看着看着，我就觉得这里边有别人的影子。你在学别人。你看这个花像假的样子，是吧？像是一根一根的，像这个冰糖葫芦。我对我自己就这么说，就是如果你在画画的这件事上，你没有创建，你就白来。我看看，找个地方看看，我来找个地方看看。前些日子那个什么小说？这个没有楼上是吧？没有楼上啊。中国画如果说就是始终在套路和程序上延续，每个人都去按照套路做，那我认为确实那就是穷途末路。所以那批作品拿出来以后，当时有的同行朋友看了说：“哟，说你画的这个鼻子上还有高光呢。”我后来也想，为什么不可以有高光呢？现实生活里的那个高光，不可以入画吗？应该说，传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余地，它早就暗示我们这些余地都在这儿，你们看着办。我只是这样做了，你们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去做，你们的方式到底有多大的空间？无限。98年，我创作了一幅很大的3米多高的一张战洪图，用我的水墨雕塑语言的塑造方法，把在洪水当中奋不顾身用身躯去阻挡汹涌的洪水的那些战士们，塑造成一个铜墙铁壁，一座耸立的丰碑。当时能够送到全国美展去参评，比较有争议，有的认为很不好。也有的认为非常有新意，画得很好，应该获金奖。后来他们折中了一下子，给了我一个优秀作品奖。觉得他们那一代是我们这一代达不到的高度了。说高度也好，说纯粹也好吧，
我看我父亲，我几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绘画以外的特殊的爱好，就非常的纯粹，非常的沉浸在这件事情里面。你们在新疆啊？马帅的啊，这个两张你自己觉得哪张好一点？你这么犹豫，自己的这么犹豫，创作实际上大的一个格局的事先的设想要非常明确，你要明确到甚至100%、110%，因为你最后画的时候是要打折扣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的，一个背后有故事的一个工人，实际上人的背面也可以拍出他的故事，哪怕是一少部分要做减法。做减法不是把它往下减，而是我留住、停住。他给我们的第一堂课就是说，让我们要找到自己，千万不要学他。教师的经验，它可能只是一时的，你需要，这也是周老师经常讲的，就是你需要摆脱这个拐杖，你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观点。雷同了一定是错的，永远不要去想我向谁靠，向谁靠拢，永远不要想这个问题。你可以想象那个蓬开的那个头发，你用笔，你可以想一下，笔墨那个怎么去。艺术人才培养的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基本的标准。如果说我们是在复制，或者我们是在批量生产，肯定没价值。往前，好。很棒。我最近2年题材不断的在延展，比如说开始画花鸟啦、风景啊。我刻意就是远离原来自己就是一直被牵制的套路。高，这底下不能那个，全部定好啊！放音乐，我放个音乐。任何一门艺术，它的这个天花板从来没有被确定过。我们离它很远的时候，觉得就在那儿；靠近它了，才发现它又往高处退了。所以我在画的过程当中，我一定有一个紧箍咒在这儿。我经常对自己念这个紧箍咒，就是质量不能低，这是我精神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撑。我这5次获奖的作品放在一起看，不像一个人画的。有些评委也这样说啊，说是你画的。我们评完奖一看，杨德巴克是你画的，你是，然后跟《水浒》完全不一样。我就想让自己
有这么一个翻转。笔墨当隋时代还是有点被动，我应该笔墨是要超时代的，跨时代。感觉那个滴滴啦啦就是乱流乱跑的，这个你这个绘画进来啊，我画画有那个小人画的跟那个一样，太写实了也不好看，就特别不好看，嫩绿的这种。对，嫩绿的是。我们这个就是在颜色上，绝对是个短腿。它这个还是有一点偏冷的，你这个。对。线画的那个毛沙沙的这个感觉，蛮好的，虽然他跟我年纪其实相差不是太大啊，但是，我一直看他在前面跑，跑得非常快。他不是一个走平常路的艺术家，他一段时间给我一个惊喜，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他出什么牌。我这个就是4尺，我这个就是4尺的，抖音的。这边还有这个是谁做的呢？不是他，我自己弄啊，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。我自己弄啊，没人弄的，在家里拍。结果我想把那个美颜去掉，怎么都去不掉。这个是我自己配音，是我自己唱。啊，你还自己唱的？这我自己唱。他是全后的，哎，唱的挺好的。然后这是20年第一个。他画很多。抗疫日记，就是叫战役日记。对。我现在这个是粉丝量也就多少，我看看有多少，多少粉丝？也就1万多。没有。快点下去了，快点，老师来了。走了，上课了。下面就要全国美展，这次全国美展对你们来讲绝对是一个那个很大的机遇啊！光的感觉像是这个傍晚，或者说是凌晨，路上的石头走出包浆了以后，可能下了一点点小雨或者露水，然后反光那种感觉都能画出来。中国画是可以画出这种感觉出来，特别是你画的比较深入的时候，这种。你们每个人在搞创作的时候，你既是导演又是编剧，你还是演员，你什么都是，你什么都得管。我说你画出去很快的就画像这个那个，他说那你来，我说你来，我说那行。你看，我的创作的积累，对于我教学有一些支撑。你面对学生的时候。你背后会带进来一个影子，这个影子就是你的专业积累，你的能力。学生进来可能先看你那个影子，根本不看你这个人。你这个影子不行，淡淡的、歪歪扭扭的，学生不服气的。我跟其他老师，包括我跟我女儿都是这么说。这个影子一塌了，你这个饭碗就端不牢。等会儿给你。等一会儿，先放着爸爸呢。先放着阿公，爸爸。为什么要去从事艺术创作？感觉爸爸想要做的是，我要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，要寻找自己的语言，要让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看见。我觉得他最厉害的是，他没有让自己停在一个地方。就实际上，他早期的水浒组画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认可了，但是他没有让自己停。从水墨雕塑到现在都还在寻找。那我也希望孩子未来也是这样，就是爸爸说的那句话，你想好了，那就要坚持。
中国的传统的绘画艺术一直发展到现在，再往前发展，需要大家去做贡献。我想在里边参与，做些贡献。有贡献，不虚此行；没贡献，白来一趟。我们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要面对的新的这些技术，互联网、人工智能，我都不排斥。新鲜的玩意儿，很可能会触发一些新鲜的想法，去克服程式化的东西、习惯性的东西，都是有益的。